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然后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开始讲7月14啊，中元节、鬼节或者是盂兰节。今年的7月14我比较有感而发，因为我母亲在4月份的时候就离世了，然后就让我深深体会到就是如何去接受死亡、亲人离世的这一个topic， 也包括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16岁的就是少年，在一个单亲妈妈的家里面，就是好像从小跟他妈妈陪伴，结果他唯一的儿子现在就跳楼就自杀了，就是死者已逝，希望他能够安息。其实为什么我们华人里面有这么多那种不一样的节日啊，什么端午节啊、新年啊、盂兰节、中元节这些，其实它背后意义，我个人认为是就是要不停的提醒我们每年去追悼我们的亲人啊也好，什么都好，这个所有故事的背景的后面的意义就是去想念我们已故的亲人还是怎样。当然，我们上集也有讲到，就是闪到这一个 topic 了。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可能有某种执念，不要说灵啦、鬼啦，什么都好，生前的时候有某种执念放不下，就是一直在那边转牛角尖，甚至死亡过后离开了也放不下。在这段时间，我也学会了去接受我母亲的离世。我伤心过了，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回来马来西亚有陪到他，已经是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孝顺他。所以中元节其实对我来讲并没有那么恐怖，而是追悼或者是悼念我们已故的亲人。这一集我就讲一下这个整个运作吧。因为毕竟我在7月14或者是中元节这一天呢，会有一个所谓的服务，就可以让大家不用花费太多的钱，我去地府摆摊，就帮你们找你们的亲人上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收到你们的贡品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私底下针对你的个案跟你讲。当然，我有这个有群体的或者是有 VIP 的服务，你们可以看下面的链接，然后去找我小助理问就行啦。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外生活是没有盂兰节这个事情，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有多恐怖。但是很多人都会很害怕就晚回家，或者是晚上自己一个人走路，会不会是碰到鬼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误解呢，就是他们的亲人只能在中元节、鬼节这段时间上来拿取贡品。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在我以往，就像我本人在英国的时候，晚上梦见我自己去地府玩的时候，你如果是还有亲人祭拜的那种所谓的灵祖先也好，什么都好，他们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阳间，只需要一本护照，可以这样子讲吧。然后过一个 custom 就搞定的事情。然后为什么别人会说就是鬼节鬼门关开的时候就很多东西会上来？因为在地府里面呢有很多很老的灵，就是你们传说中讲的孤魂野鬼，他们是没有人记得他们，因为都已经可能是上百年的事情，或者是更久远。他们不懂什么原因，就是没有转世去投胎，可能在乱世的时候打仗的年代会看到比较多吧，然后他们就会在地府那边就是生活还是怎样的。所以当这一个所谓的鬼门关开的时候，他们就会上来拿贡品，因为每个人都会祭拜自己的亲人，或者是他们会多拿贡品出来祭拜就是路边的孤魂野鬼。所以是我觉得这个节日的背后的意义是蛮不错。还有就是我想讲的，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地府的通行证？其实我到今天还是不懂为什么我有这个通行证，能够两边在阳间阴间那边游走。这个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东西。然后通常他们是怎样一个情况？我真的是有看过鬼门关打开的这个东西，然后传说中里面什么黑白无常啊，我的确是有看过。然后我有去参加一些祭奠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有
做这个节日，然后在街边摆酒席给别人吃，然后就会烧贡品。我真的是会看到有一扇门，然后真的是有牛头马面或者是某些英才，就很热闹，大家一起上来去看表演啊，那种歌舞剧什么都好，就是没有人看的这一种。就这个习俗，其实进行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是肯定有它的一个真实存在的说法。我第一次回来看的时候，我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反正我就是真的有看到很多那种不一样年代的灵会坐在那边看别人表演，然后他们真的是去拿贡品。当然烧纸钱的那些，他们是拿到阴间的那种地府的钱。至于食物他们是怎样吃啊？其实他们并不是吃，他们是在那边吸那个食物的味道。所以为什么拜完这种街边的，通常人家就讲不要去吃，或者是不要去拿回家，还是怎样？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吸取这个食物的味道或者是能量的时候呢，这个食物是当你拜完了以后吃，它的味道是不一样，可能就淡很多，还是没有味道，因为也不知道有多少个所谓的孤魂野鬼去就吸取这个食物的。也许就是我自己本身也看过一个个案，就是他去契约间的时候，他不小心踢到别人的贡品，他是不是真的没有看到？然后他就回到家那天晚上会脚痛啊，就一直痛，而且是那种很严重的痛。第二天他基本上是走不到路，然后他就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去庙里面烧符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比较阴的月数呢？我觉得是因为当这个地方一打开的时候，一些比较就是聚集阴的地方，或者是大家都在路边祭拜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常出来走动。但是如果是你的亲人啊，或者是亲戚啊、朋友这些都有家人祭拜的话，他们只是普通上来蹭热闹吧。就我曾经看过的盂兰街里面，真的还蛮忙的。就地府里面有很多那种官员，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反正除了黑白哥以外，我不知道其他的都叫什么名。然后他们那边则会有打开，会有我叫他们警察，就是带阴差，他们会带这些灵上来啊，就是去哪里？就有些人问我会不会有一个特地的鬼门关要去找。其实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是比较难看到，可能在一些荒山野岭比较郊外的地方会有这种所谓的鬼门关。可是这种所谓的鬼门关，一般也不是否这一个用途否盂兰节、中元节这种东西。如果他们是有做这个日子的话，你会看到就是在外面他们有很多人，我说的是人，就围起来就烧东西啊、吃东西这样子，好像庆祝一番。我是有看过他们烧那种什么牛跟马，好像是马，然后船什么之类的。的确我有看过他们是坐着那个船一堆一堆这样子下来，因为有阴差就是带路，所以他们这个空间打开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讲不是鬼门关。鬼门关真正的意义是就是在阳间跟阴间中间的一个点这样子，这种地方你也要去找的话才有。在马来西亚我不懂哪里有，但是通常在7月14或者是7月份这整个月就有做这种大日子的地方，都会有一个 temporary door 或者是 temporary access 暂时性的这个门会被打开。至于他们用什么打开，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有看过坐船来了一群灵，他们从哪里上来，我还不大懂也没有怎样特别去追问过。但是整个地府啊、人间这里其实啊，我觉得是蛮热闹啊，也没有什么值得恐怖的啦。但是如果你是胆小的人，你可以考虑就这个月买我的这个盐，然后帮你们辟邪一下，或者是怎样？因为不是每个人的阳气都很重，可能他们刚好这段时间会走水运，就刚好你去了一个阴的地方，就刚好你碰到这些灵。如果你害怕的话，可以考虑用我的这个海盐去辟邪一下。但是就是在这个阴间摆荡其实也不是摆荡，因为我本身是有官服穿的。
我样子绝对不是一个女人，就是一个男人。然后我也不懂我穿什么官服，反正就是有一个 office desk。因为我比较先进一点，所以我会把这个 setting 比较现代化一些，然后我就会做一个桌子啊。但是很奇怪，就是我有一个笔是毛笔，就是我一直换不了，就经常的想要把它换去就比较现代化的笔吧。但是我会用毛笔写字，其实我不大会用毛笔写字，可是当我在地府的时候就可以有这个东西，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个 permission 去instruct 那些所谓的英才帮我维持秩序也好，找人上来也好，反正就是你们要找的家属，他们都会帮我，就是去找。然后其实我也不懂他们去哪里找，反正他们有他们的门路。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会觉得还蛮轻松，就很热闹。然后很多人问我，就是如果烧纸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记得如果你去庙的话，他们给你一张一张纸去填，你只需要写上他的全名或者是离世的日子，时间没有的话也无所谓，就基本上都可以收到了。但是有时候可能某种情况之下，他们没有收到，是例外。我觉得这个跟你有没有烧或者是做错什么我不知道，就我觉得可能太多人就有 miss out 1-2个是正常啊。在地府的时候，我会觉得比平常热闹一点，因为会有很多吃喝玩乐的东西，其实跟我们在人间庆祝的是差不多一样。就这里会有很多烧纸的仪式，其实下面就是有很多吃啊玩啊的东西，其实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孤魂野鬼，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其实他们可能在地府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有钱，因为家人可能很多代了，就没有给他们烧东西嘛。然后他们不懂什么原因没有去投胎的话，这一个情景之下呢，当你们去路边烧东西，他们可以上来就是吃喝玩乐，就好像游历一天这样子开 party。我觉得对谁都好了。至于你会不会拿到功德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用问吧，你要做就做吧，你不需要刻意去想我帮了这些孤魂野鬼，他们会不会帮我？但是有一些比较私心的人，他们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去求字啊，没关系，你要去求字也可以。就是当你中字的时候，你就回馈一下哦。我觉得这个人家给你这个所谓的横财，你当然也要答谢人家一下吧。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这个7月份会不会比较倒霉，或者是比较容易碰鬼。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去想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灵是有相应的，他知道你就很害怕，他们就故意在你面前就让你看到他。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恐惧。正确的概念应该是在这段日子我要怎样去追到我那些已故的亲戚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义吧。然后你要念经也好，拜佛什么都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节日，让我们想起我们已故的所谓的亲人。其实还有蛮多故事我去地府去玩的，可是就不是特定在盂兰节这里。大家如果有比较特别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要知道你亲人过得好不好，那我就建议你做我的 VVIP 服务咯，我就会特定的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吧。好啊，就今天讲到这里了。其实所谓的周元节或者是7月份鬼节，鬼门开的时候特别多鬼，是的确有这个说法。但是如果你是带着一个平常心去想这件事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害怕，因为你毕竟是在做好事。只是做好事就要做，就不要去害怕。有些人会讲，我很害怕，我不敢在下面烧纸。我是要想，我是不是要选一个比较明亮一点的地方？No。就是你要去做，你就不要去害怕，因为这个东西算是做一件好事，你没有必要去想你帮了谁，就你要做就做，就做完就忘记这件事吧。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执着于能帮到多少个灵，其实一般都是有缘的灵才会拿到你的公平。你们
需要想要去做，觉得自己需要做点好事的话，那你就去做。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去拜拜还是什么的，就求个平安就好了。我知道很多地方，尤其是乡下或者是中国一些地方，还是他们有这种就唱剧的人。香港我知道是肯定有唱剧的人，然后前面一排是没有人坐的。其实他们真的会坐在那边听这首乐曲啊什么的，你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carnival？就我从国外回来的 concept， 我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我就觉得哇 ，such a big carnival！ 就 everyone is like should be having fun。为什么会每个人都担心哦？我这个月会不会很倒霉？或者是我会碰到卡音还是怎样 ？Yeah, like you should worry about this so much. So 大家应该开开心心的庆祝这个盂兰节，好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